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博。这一期呢，我们来详细聊一聊湿疹。有多少人去皮肤科看病的时候被医生下过这个诊断？可以在弹幕上扣一下啊！门诊确实遇到太多这类患者了，精神压力大一下或者换季就可能会复发，痒得难受，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，甚至有人因为这个病有过自残行为。今天这期视频是帮大家好好认识一下湿疹这个病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正确护理和用药来好好控制住它。其实作为医生啊，我们不是特别喜欢给病人诊断湿疹，就会显得你诊断不明确，因为湿疹啊更倾向于是一个描述性诊断。这个湿指的是有渗出倾向，你像一些基础性皮炎、特应性皮炎、虫咬性皮炎，他们的皮疹很多时候也都是这个样子。一般只有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统一的给这类患者戴一个湿疹的帽子。其实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有人主张废弃湿疹这个诊断了，它太笼统了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到底啥样叫湿疹呢？那我们看图说话。湿疹啊，它一般分为急性、亚急性、慢性3期。急性期它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经历，是那种水泡渗出的阶段啊，流水、瘙痒剧烈，搞不好啊容易激发感染。那亚急性期呢，一般就是一些红斑、丘疹或者有一点丘疱疹。慢性湿疹一般是迁延不愈，病程较长，导致了皮肤增厚、苔藓样变，可以看到一些脱屑呀、抓痕，皮肤很厚。那湿疹啊，可以发生在你身体的任何部位，比较常见的是它对称的出现在我们一些外露的地方，比如说耳廓、外耳道、胳膊肘、膝盖窝、手背、足背、小腿，甚至是肛周、外阴等等。75%的湿疹都是轻症，面积不大，偶尔有点痒，也可能就被大家忽略了。但是啊，拖的病程长了，就可能逐渐蔓延扩散，变得影响日常生活，甚至是诱发一些其他疾病。所以对于长期的湿疹患者，我建议做一个湿疹日记，就像我的偏头痛一样，你每次发作的时间、诱因、部位、用药你都记录下来，找到一个湿疹的发作规律，进行一个针对性的预防，这样也方便你就医的时候给大夫看。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治疗。那湿疹治疗的核心就是解除诱发因素，降低过敏反应，修复皮肤屏障。如果你通过记录观察，你每次湿疹发作它都有一个明确的诱发因素，那就想办法去避免它。举个极端点的例子，我有个患者为了避免湿疹发作，他每年夏季和冬季都住在不同的城市，才能保证皮肤的稳定。当然这可能不太适合所有人啊，但就说明了你解除了病因就能很好的控制住它。不过有些人你如果是跟某种食物明确相关的，我觉得就相对好控制了吧。接下来再说说药物。首先是外用药。急性期啊，如果皮疹症破溃、流水、渗出明显，一定要先把干收敛，用生理盐水、硼酸洗剂、乳酸异沙丁溶液等等，每天3次，每次20分钟，给它放到纱布上，敷在你的这个皮损处，湿敷，这样会让皮损尽快的干燥，表面愈合。切记这个阶段不能直接涂药膏，不然会加重，一定要遵守干对干、湿对湿的原则。之后呢，当你的皮疹基本干燥了，或者说它没有渗出的情况了，就是有一些红色的疙瘩，那这个阶段就可以涂药膏了。早些年基本都是用激素啊，什么什么松软膏，确实止痒，疹子消得特别快，但是一停药就容易复发，长期使用还容易导致局部的皮肤萎缩、长毛、颜色变化。所以对于一些长期湿疹患者，我们已经很少让他常年用激素药膏了，一般都用一些非激素类的，比如说钙磷酸酶抑制剂，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媲美莫斯乳膏这种，差不多也能2到3天起效，长期使用副作用要比激素小很多，还有修复皮肤屏障的作用。而且呢，现在啊，像这类药，它的适应症已经扩到了3个月以上的婴幼儿，包括像外阴、肛周、面部这些相对薄嫩的部位也可以使用。一般啊，发作期保证每天用2次，乳膏质地会比软膏清爽一点，不那么油，薄涂就可以了。范围要比你肉眼看见的皮损面积稍微大一点。等皮损消退了，症状消失以后，不要立刻停药，可以维持1周用个2次，坚持1个月啊。有研究表明，这样能够有效的预防后续湿疹的复发。你像这个药，我家基本是常备的。不过钙磷酸酶抑制剂啊，有些人刚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烧灼感啊，一般过了几分钟就耐受了，或者是你可以考虑给它放冷藏里。最后，如果是那种特别肥厚的慢性苔藓样变的皮损，还可以用之前讲过的封包的方法，先用一些维生素 E 乳或者家里的身体乳给你的皮损厚涂，用保鲜膜或者是一次性手套给它缠上，封包半小时，然后给它擦掉以后再涂上药膏，这样它的吸收会更好一些。第二个是关于系统用药，如果你的皮疹面积特别大，瘙痒特别明显
前呢，我们一般会让患者同时服用抗组胺药，常见的像西替利嗪啊、氯雷他定等等。同样不要皮疹一消退就立刻停药，可以适当的延长用药时间，让这次的病呢好利索，也是预防反弹。还有一部分人啊，可能过敏反应比较强，出现了急性泛发性湿疹，全身都没什么好地方了。之前病房就收到过很多住院的案例。那这种啊，前期我们需要系统快速的给他用糖皮质激素，把体内的炎症反应给快速的降下来。这个阶段就不要纠结激素的副作用了，保命要紧。另外啊，很大一部分反复发作的湿疹患者，现在都给它归为特应性皮炎这一大类了。如果刚说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效果不佳，或者你实在觉得这个病困扰你的日常生活，也可以考虑联合生物制剂的方法。之前给大家科普过，现在这个诊断已经普及了，一些地方的大医院皮肤科应该都有相应的诊疗体系，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去咨询看看。那最后其实也是最关键的，就是日常生活的干预。湿疹人群不要过度清洁皮肤，少用沐浴露洗身子，不脏的情况下清水冲一冲就平了。然后手部湿疹的人群要少接触洗洁精、洗衣粉，洗完呢在容易发作的部位就多涂一些保湿的护手霜啊、身体乳，这些都是写在皮炎湿疹的治疗指南里的话。对于一些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，像海鲜啊、牛羊肉，一顿不要吃太多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夏天你该开空调开空调，冬天降温要好好保暖，因为湿疹人群的皮肤屏障啊，它就是比常人的脆弱，你要格外的去护理它。好啦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其实湿疹它远远不是一期视频就能讲完的，上面的内容主要是挑一些干货和大家容易忽视的地方，给你们提个醒，仅供参考。不太明白的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就诊。好啦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可以转发给身边受湿疹困扰的人。我是小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